陈好，邻居在哪？那个103包间。邻居，王队，怎么回事？马先亮上吊自杀身亡了。是自杀吗？从现场勘查来看，确定。死亡时间呢？法医初步鉴定是在2个小时以前，但准确的结果得等验尸报告出来以后才能确定。马兴亮就是在这死的。是。邻居，这是马兴亮留下的忏悔书。 10年前817赵兄也是留下这么一封忏悔书，多么惊人的相似！邻居，我还有重要的事情向您汇报。走，回局里。你留下处理这里的情况。走，部长。这么说，你要陪你老爸多住些日子了，是吧？对。你妈这次旅游多长时间3个月吧。澳大利亚还不是去过了吗？怎么又去了？因为他再也找不到没去过的地方了。反正有你供着他，他又不缺钱。没事了吧？你睡了啊？有。说吧。你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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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来，过来！你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你不过来，我不说了。你不说我就睡了。讨厌！啊！哎呀，说吧。我妈说让我问问你，还准备独身多久啊？这对她很重要吗？对，很重要。不过你别误会啊。 他说：“既然与你夫婚无望，那也得等你给我找个后妈以后，再去给我找个后爸。”哎呦，我可是不着急，你告诉他别等我了。哎呦，爸，你为什么不赶快成个家呀？我是怕我找了一个不合适，过不了我女儿这一关呢。哎，你别给我打马虎眼啊！你心里想什么，我清楚。不许胡说。不是胡说，爸。 其实我也特喜欢敏娟阿姨，可是你不能当第三者呀。谁说我是第三者了？爸，我可听说啊，你对敏娟阿姨的妹妹那个叫敏捷的可不薄啊。我见过她，漂亮，有风度，气质又好，还是留美回来的硕士呢。爸，你是不是？胡说！我正给你海东叔和她当大媒呢。 啊，那我又白辛苦了。怎么白辛苦了？我为了了解一下他，专门冒充应聘的大学生，去过他那个阳光会计事务所，没话找话的跟他聊了10几分钟。爸，你别生气啊，我这也是关心你。你不是老批评我不关心你吗？虽说是乱点了鸳鸯谱，但我还是为自己高兴。你说他们姐儿俩？ 谁更好一些呢？都好，各有千秋，各有风采。哎，不过你现在问我这个问题还有什么意义啊？一个是有夫之妇，一个又让你弄得名花有主。我看你还是另辟蹊径，从头再来吧。哎呀，丫头，你还是多替你妈操操心吧。睡觉去了。我为你操心，不就是为她操心吗？ 不以不结果，他是不会行动的。那你就跟他说，我的曙光就在前面，天快要亮了。晚安。天快亮了，他看上谁了？既然是这样，那你还犹豫什么？ 离婚吧！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你别动不动就离婚的。男人嘛，这偶尔犯个错误，
总得给个改正的机会嘛。有些人能给，你不给。乔总有句话说得很对，人这一辈子不能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，因为有些错误是没有机会改的，比如你现在这个错误，明白吗？不明白。准备离婚吧。其实我姐啊，早是特别不在乎你的。你呢？要如果还是个男人，就别这么低三下四的求她。再说了，你不是跟你那个旺旺爱得死去活来的吗？那就趁早离婚吧，啊？由不得你们，看你们怎么办。我偏不离。马兴亮在留下的这封遗书中说，8年前四海财务室的那场火灾是他故意制造的，目的在于销毁他挪用80万用来炒股的依据。账目烧毁了，但他挪用80万的事还是被乔一民发现了。乔一民仁至义尽，没有追究他的法律责任，只是炒了他的鱿鱼。事隔8年。警方重翻此案，而且莫名其妙的由这场火灾怀疑到乔一民是817案的主谋。他不想因他的劣迹暴露而无颜见人，更不愿他心目中的大善人乔一民无辜受牵连，只好一死了之，以谢罪天下，谢罪他的恩人乔一民。喂，知道了。王队长电话。对，解剖结果出来了，马兴亮确系自杀。死亡时间呢？今天晚上8点半到8点40分之间。这个时间，乔一鸣和我，还有敏捷，正在吃饭。乔一鸣真成了大善人了，居然有人不惜为他去死。是啊，他贪污了公司80万，乔一鸣没有追究。在他买房子的时候呢，乔一鸣又便宜了他80万，这一来二去是160万。如果乔一鸣不是817案的凶犯，那他真是一个大大的善人。你开始怀疑我们的方案了？我为什么要怀疑我们的方案？因为他是大善人，因为他是你的救命恩人。邻居，我们是不是可以不提他救过我的命的事情？还因为你和他相处的这10几年里，你没有发现他有任何违法甚至违纪的事情，更甚至就连他这8年的账目也干干净净，无可挑剔。8年的账目无可挑剔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是局长，而你不是。对，林局长，你说的没错，我确实曾经怀疑过我们的方案，但是我的理智又否定了我的想法。我觉得我们锁定乔一鸣没错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奸四忠，大诈四信，大巧若愚。只要我一闭上眼睛，乔一鸣就像是从817案蜕变出来的一只黑蝴蝶。说明你还没被表象蒙住双眼。邻居，下一步我们怎么办？你说呢？我想利用楚梦是平山县人这样一个线索，去查找写匿名信的人是不是邵明哲。如果是呢？如果是邵明哲的话，那他手里边肯定握有乔一鸣817金融诈骗杀人案的铁证。
邵明哲手里如果没有你所说的铁证呢？你怎么知道没有？你怎么知道有？我不但觉得他有，而且我还怀疑，8年前，龙城市银行电脑遭病毒攻击是邵明哲所为。还有，那个赵雄能够把5000万挪到滨海去找 TP， 肯定也是邵明哲协助。还有呢？还有，可能这个邵明哲就是乔一鸣金融诈骗杀人案的帮凶。看来我的决定没有错啊。什么决定？关于邵明哲是不是写信人这件事，我已经决定让专案组成员刑警队王队长带人去查。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因为你知道的，或者说想得太深太多了。这有什么错吗？你不是经常告诉我们，遇事情要举一反三的往复杂里想，要顺藤摸瓜的往根儿上想，走一步看3步，步步为营，步步主动，有什么错？我说，有些道理，放在有些地方它就是道理，而放在有些地方，你比如说，查邵明哲是不是写信人这件事情上，它就不是道理。因为对案情分析得过于深刻，必然会带来过分的敏感，而过分的敏感往往会铸成大错。王队长呢，他一门心思地去查找这个写信人，这种简单的思维会产生最保险的结果。对。那我干嘛？由你干的。你目前首要的任务是了解一下马兴亮死之前乔一鸣见过他没有。如果见过，乔一鸣都跟他说了些什么？你再问问严大律师，他跟马兴亮都说了些什么？好吧。不被逼到绝路，马兴亮岂能自绝生路啊？东窗事发之后的邵明哲心里非常清楚，妻子敏娟这几天要办的第一要事，便是和他办离婚手续。敏娟的认真和执着，邵明哲是领教过的。一夜未合眼的邵明哲想到的唯一办法，就是离开龙城这个是非之地，到外面躲一些日子。他给妻子留了封信，便早早地离开了家。他幻想着，也许离开一些日子后，敏娟可能会收回非要与他离婚的决定。但他的离去，无形中给警方的行动带来了莫大的麻烦。我们工程现在虽然进展得很顺利，但是对于这个工人的安全问题，我们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。你是楚梦，楚总经理吧？对，我是。两位找我有事儿吗？对，我们是市局刑警队的。啊，老刘，你在门口等我一下，一会儿我叫你。请坐。有些事情想找你了解一下。有什么我能帮上你们忙的吗？很简单，2个问题。第一个，你知道邵明哲去哪儿了吗？他失踪了吗？看来你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不管他去哪儿了，我想你们应该去问他的单位领导，或者是他妻子，不应该过来问我吧？那好，第2个问题，你在20天前回了一趟老家平山县，对吗？对，我每年都这个时候回去探亲。你在平山县帮邵明哲寄了一封没有寄信人地址的信，对吗？没有啊。楚总，这个问题啊，你要想好了再说，因为你要为你说的每一句话负法律责任的。
把邵明哲那封信读一遍。娟，你好，在你目前的情绪下，我解释什么说什么可能都没有用。我做了对不住你和咱们这个家的事情，你怎么惩罚我都行。我不同意离婚。一个男人在外面有了女人，不一定就不爱自己的妻子了。我回避一些日子，望你能稳定一下情绪，最终改变与我离婚的决定。我也会在这些日子里去反省我的错误，原谅我吧，明哲。这就是他的全部留言。你说他早不走晚不走，偏偏这个时候走。接到你的电话之后，我就一直打他的手机，但怎么也打不通。他会去哪儿呢？会查出来的。邻居，你现在能告诉我吗？为什么要这么急着找到邵明哲？因为那封匿名举报信，可能是他写的。他举报乔一鸣，为什么？这也是我们想知道的。有证据能证明那封匿名信是他写的吗？喂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封信真是他写的，楚梦已经交代了，是楚梦回家探亲替他寄出的。太不可思议了！不可思议的事还多着呢。等邵明哲现身以后，还会有更让我们吃惊的事情。那我们目前该怎么办呢？有2件事。第一件事，就在昨天晚上，乔一鸣给你和周海东做大媒的时候，原四海集团的财务主管就是你姐姐的前任马兴亮自杀了。你呢，从侧面了解一下，他死之前，乔一鸣都跟他说了些什么。第2件事，你要尽快从你姐姐那儿得到邵明哲的去处。我想他这2天会给你姐姐联系的，但有一点，不要惊动他，明白吗？我知道了。前面拐弯的地方，你就下车吧。我还要到市委汇报工作。好。周队在吗？在。我就知道，我不找你，你肯定找我。对啊，你心里有鬼。我有什么鬼？交代吧，老实交代吧。交代什么？交代你，或者说是你们，什么时候把我严星宇设计成了你们的一个棋子，利用我去干你们想干又不能干，也不敢干的事儿。这话从何说起呢？你别打断我。你老实交代，你或者说是你们，给我提供的那封举报信的内容，是真还是假？就这2个问题。先回答2个，后边还有很多呢，说吧。下来。你呀，先回答我1个问题，然后呢，我再回答你那2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昨天和马兴亮见面了，对吧？这个，我昨天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但是你没有告诉我，他和你讲了什么，你又跟他说了什么。这很重要吗？非常非常重要。啊，他突然莫名其妙的来找我，在感慨我父亲是一个难得的好官之后，给我父亲做了一个全身按摩。他大概听到了乔一民被举报的事，他在我面前说了乔一民不少好话，
说乔一民是一个难得的好人，并深为8年前因自己的不慎引发的那场火灾而懊悔不已。哦，当我让他回忆一下被烧毁的那些账目有什么问题的时候，他很痛快的就答应而去。我不觉得他是跟我演戏去了，而且我认为他一定会提供给我一些有价值的东西。星宇啊，他给你提供不了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了。为什么？他死了。什么？死了？哎，邻居。哎，乔总。哎，你好。去吧，市长等着你。啊，好的。我走了。乔一民总是给你带来高兴的消息啊。是啊，四海工业园的奠基仪式2天以后就要举行了。这奠基仪式呢，就是开工仪式。哎呀，这一天我盼了1年多了。你想，一个现代化的高科技的工业园，将要在我们龙城西郊的那片荒地上建起来。它建成以后，每年上交给我们龙城的利税是占全市的40%，可以解决20万人的失业问题，还可以带动一大批行业的发展。哎呀，那个时候我这个市长到省里和北京开会的时候，什么劲头啊！好。可是我总是给你带来不好的消息啊。怎么了？又出什么事了？昨天晚上，浪花桑拿的一个叫马兴亮的搓澡工自杀身亡。一个搓澡工自杀了，为什么呀？为钱，还是为情啊？按说，一个搓澡工的自杀不该惊动你这个大市长。可这个马兴亮可不是一般的人物，他是8年前四海的财务主管。乔一民当年的财务主管，当了搓澡工，而且他在遗书里写着，8年前四海集团财务室的那场火是他放的。那么当年他放这把火，是不是为了烧毁那5000万巨款的证据？他说是为了烧毁他贪污那80万的证据，他拿去炒股了，全部赔到了股市。乔一民知不知道他贪污那80万？知道，但是他放了他一马，没有追究他的法律责任，只是把他开除了。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啊？考虑不成熟，不好说。不好说也说说看。我觉得是乔一民利用了马兴亮，马兴亮上了乔一民的套，放了一把本该乔一民放的火。为了5000万，在马兴亮身上偷了80万的宝，这个账算得不错。所有的账目在8年前已经销毁了，现在唯一的知情人马兴亮又自杀身亡，我们怕是又走进了死胡同了。确定马兴亮是自杀吗？确定。他可死得真是时候啊！乔一民知道吗？我们已经封锁了消息。另外，还有一个让你吃惊的事：写举报信的人，我们找到了。谁？市银行的副行长邵明哲。他？怎么会是他呢？更蹊跷的是，他今天早上给妻子留下一封信就失踪了。奇怪了，他怎么也失踪了呢？从信上来看呢，是因为他跟楚梦的婚外情暴露以后，他为了逃避他跟他妻子的离婚，
而出走的，并无性命之忧。邵明哲跟楚梦？对，就是梦梦家园的女老板。我知道。这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是啊，还巧呢，邵明哲的妻子米娟，她是乔一鸣现在的财务总监。琳娜，你看这样啊，虽然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呢，都扯到一起了，啊，但是我觉得包围圈是不是越来越小？包围圈是小了，可是棋是越来越难走了。来，坐下。那你是不是应该动一动你暗中的那个棋子了？您说的是谁？装糊涂，周海东。哦，他呀，他一直就没闲着过。终于承认了吧？哎，您也同意拿乔一鸣开刀了呀？哎，那是因为你当时没有真凭实据嘛，现在不同了。哎，现在我们也没有抓到他什么实据呀。我们没有，邵明哲不会没有吧？马兴亮虽然自杀了，我就不相信查不出什么证据来，对不对？来，咱们好好商量一下，怎么动乔一鸣。关机，一直都关机，我还打吗？你呀，再好好想想，看他还会去什么地方。他想去的地方实在太多了，什么新疆、西藏、内蒙古大草原，他还想去五台山拜佛，还有三亚的亚龙湾。我真的说不好。这样，电话呢你接着拨，拨通以后呢就说你想见他，千万别说举报性的事儿。我知道其中的厉害，放心。局长，怎么样？我们从机场人员登机名单上发现了邵明哲，他是今天早上7点30分飞往广州的。哎，他不会再从广州转机吧？这个我跟广州那边联系了，目前还没有。如果一旦有的话，他会及时通知我们的。好。这个邵大行长，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啊！是啊。哦，你去乔一鸣那儿，千万要小心。知道了。嗯。局长，你终于叫他参与这案子了。他一直对我耿耿于怀，老说我抢他的好事儿。你说我能让他闲着吗？不能，绝对不能。对，绝对不能。哎，敏捷。周大队长怎么每天放着公务不干，到处瞎溜达呀？你好像对我有误解。哎，昨天你抓了邵明哲的奸，晚上是不是跟他大干了一场？你认为呢？按你的脾气，肯定饶不了他。把那胆小鬼吓跑了。吓跑了？跑哪儿去了？谁知道呢？不回来才好呢。像他这种男人，只不过是苦了我姐。这不，我来看看他。这花很漂亮。这一个女人呢，如果找不到一个好男人，这辈子是很可怜。是啊，一个男人如果找不到一个好女人，一辈子也就完了。在说你自己呢吧？是啊，所以我一定要努力找到一个好女人呢。只是呢，千万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我跟你们说了多少次了？什么叫黄一熙回一熙？你懂不懂规矩？我这开着会呢。哎，那个你们几个先出去一下，我跟你们老板谈点事啊。我说你呢，你先出去。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说，你让他们出去一下。我这小老弟一点办法也没有，你们先出去吧，在外边等我一会儿。快点啊！
对不起了啊！哎呀，不用锁门，没有任何人敢直闯我的办公室。马兴亮死了。马兴亮死了？怎么死的？被人吊死在浪花桑拿。我给你搞了一份。这什么东西啊？马兴亮的遗书，现场发现的，不过我们怀疑是假的，肯定是凶手写的。 香吗？你没事吧？没事。 想开点儿。为了像他这么一个没素质、没文化、没风度的男人，不值得。啊！你说完了吗？你怎么了？没怎么。你要没其他事儿的话，你先走吧，我还得工作呢。 谁呀？还能是谁？邵明哲去哪儿了？不知道，我也不关心。小姐你好，请问您这是哪儿啊？ 在周海东依计向乔一民下套周旋之时，敏捷也从邵明哲的来电中查找到了邵明哲的去处。邵明哲去了三亚，住进了海边一个豪华的大酒店。在海南省警方的配合下，邵明哲终于进入了警方的保护范围。林兰这时候才大大松了口气。 817案件的突破口，现在全聚焦在了邵明哲这个举报人身上，他可是千万不能再出什么事了。喂，老公同志，在老婆烦躁的时候，千万不要打扰我。 请进。对不起，这个一着急呢，又把敲门这事儿给忘了。跟乔一民戏唱的怎么样？不好说。您听完汇报以后呢，您给打分吧。说吧。 乔一民呢，拿着我给他的那封马兴亮的假遗书，看了半天，然后感叹了几句。我经常告诫我自己和我身边的人，人活在世上，
千万不能做下什么错事，因为不是所有的错事都能够弥补的。马兴亮就是个例子，他能有今天，也是他8年前犯下的那种大错所致。海东啊，不是我这当哥的说你，你身为警察，居然把这个东西偷偷的拿给我看，犯了警察的规矩。那如果马兴亮的死要跟我有关呢？你不是犯下了一个无法弥补的错误？这有什么错呀？我不是为你担心吗？依我的分析啊，这个遗书不是杀马兴亮的人所为，它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里边句句是事实。什么？句句是事实？句句是事实啊！听乔一鸣这么一说，我当时真的是大吃一惊。他会不会在你身上看出了什么破绽？不会，我想不会。那是不是我们编造的这封马兴亮的假遗书，让他看出什么问题来了？啊？那不会，因为海东一开始就告诉他这封遗书是假的，他就发现了什么问题，也会以为是凶手所为，绝不会怀疑到我们这儿来的。对，你说是不是，市长？小周啊，你说他为什么会觉得这封遗书是真的呢？他说上面写的都是事实，而且对所有的问题做了充分的解释和说明。最不可思议的是滴水不漏。8年前，马兴亮作为我四海的财务主管，就像遗书里他承认的那样，贪污了我80万巨款去炒股，但是他命不好，操作也无方，全赔进去了。为了销毁证据呢，他人为的制造了一场财务室失火案，烧毁了我四海全部账目。那你是什么时间发现马兴亮贪污了你80万？失火案之后了。其实我早就听说他在炒股，而且炒得挺大。后来呢，我就托朋友在股市里面打听，他一共赔进100多万去。在我的逼问之下吧，他承认了他所做的一切，并求我放他一条生路。我这个人心又软，又不愿意因为这区80万就毁了他一个人乃至他一家人的幸福，所以我网开一面，没有追究他刑事责任。乔哥呀，你说这世上还有这种人？你这么帮他，他临死的时候还要反咬一口，说销毁的账目当中，你的问题比他的问题还大。乔哥呀，这个呢，我也可以理解，因为我保他的时候是他的恩人，我不保他了就是他的仇人了，因为他心里最清楚，我一句话就能让他进大狱。你吓唬他了？我实话实说，但是马兴亮听了惊恐万分。这个乔一鸣呢，对马兴亮说，之所以有人在8年之后重新翻出这个纵火的案子，不是冲着马兴亮去的，而是冲他乔一鸣来的，因为有人怀疑这件事情是乔一鸣所为，所以呢，他被逼无奈，只能够实话实说，他不能够因为保护马兴亮而把自己搁进去，他不想背这个黑锅。他还告诉我，说，在丢失的这些账目当中，还有其他的问题，因为这个马兴亮既然能做80万的假账，那么肯定在这个账目当中还会做其他的手脚。他让我们警方帮他彻底的查清楚，这个马兴亮到底贪污了他多少钱，啊，做了多少假账。所以马兴亮这次预感到无人保他，而且在劫难逃，于是便一死2肢。这从逻辑上分析，它是合理的呀。可是这有个问题啊，在我们的安排当中，
没有让谁去找马兴良了解情况，那是谁去找他了呢？我们没有派人去找马兴良，是严书记的儿子严星宇派人去找的。严星宇，他什么时候对这件案子感兴趣起来了？啊？您是不是去问问他？邻居，有人见你。谁呀？乔一鸣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你让他在我办公室等一会儿，我马上就来。好。哎，你们说这个乔一鸣找我有什么事儿？找你呀，肯定是告我的状来了。公安这个职业本身就是男人的行当，可是你们邻居不但干了公安，而且当上了局长，厉害，确实厉害。对，初次见我们邻居的人啊，都不相信是公安局长。我们邻居也经常开玩笑，说干错行了，应该去当老师或者幼儿园的阿姨。还说，最喜欢的工作就是图书馆的管理员了。好，谢谢。那么多书看，那多清静。口是心非，他是图清静的主嘛。聊什么呢？聊得这么开心啊？是说我呢吧？邻居，乔总说您口是心非。啊，这恐怕是职业病。干我们警察的，有时还真不能实话实说。我是说呀，你明明喜欢干警察，可偏要说自己要干幼儿教师啊、图书管理员呢，这不是口是心非吗？这可是实话实说，真的。你说你不想干警察，都当上局长了，你要想干警察呢，还不得当部长啊？我是身在其位，不得不谋其政啊。哎，四海工业园明天不是要奠基剪彩吗？你乔大老板怎么跑到我这儿来了？告状。告状？告谁的状？先告我自己，然后再告我那个周老弟。告自己？这倒挺有意思。说说看。马兴亮被杀的事儿我知道了。马兴亮是我8年前的财务主管，他贪污了我80万，然后又放火烧毁了全部账目。按理说呢，应该法律上该怎么办怎么办，我不应该跑他。我说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如果当初要进了监狱，就不会落得今天这个下场，这是其一。那么其二呢，就是我不应该对他说，假如有一天警方找我调查起8年前的那桩火灾一案时，我会为了保全自己，揭发他的罪行，可能吓着他了。所以马兴亮的死跟我有关，但我就不知道他为何被别人所杀，是不是你们搞错了？要是依我的分析啊，他自杀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。这就是杀人者的高明之处。你想，如果马兴亮知道他迟早会被人揭发，而且他罪不当死，你说他会怎么办？主动投案？对，主动投案。主动投案，再加上你又不去追究他，我想他也知道“民不告，官不究”这个道理。你说，他能自杀吗？有道理，确实有道理。你再往深处想啊，如果他主动投案，他必然会向警方提供更多的事情。他的目的嘛，是为了多立功，少受惩罚。那么，他会提供一些什么呢？他将要提供的这些东西，又会使谁慌了手脚，而将他灭口呢？邻居，依你的分析，
他很有可能是被人所杀。不是可能，是肯定。结论已经出来了，他不是自杀，是他杀。那杀他的人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有2方面的人，一方面是你们四海内部的员工，另一方面是和你们四海有过业务上往来的客户。马兴亮作为8年前四海集团的财务主管，他一定掌握了什么人不可告人的秘密。要不周海东为我们四海着急，马上把这个事儿告诉了我。不过林局，你可千万别跟他过不去。其实我们要查这个凶手，也得得到你的协助，让你知道这是迟早的事。他的错只是提前告诉了你，无伤大局。但我们批评还是要批评的。好，我一定全力配合你们的工作。我也是想知道这个马兴亮到底掌握着谁的秘密，这对我们四海也有好处。我走了，邻居。那就谢谢你。刚才我们还在担心查找凶手的事会搅乱你们四海集团正常的工作呢。乱不怕，大乱才能大治嘛。请。乔一民至今不认为马兴亮是被人所害，他感觉到警方在拿马兴亮的死做文章，以打开他的缺口。但乔一民心里明白，无论警方做什么文章，采取什么手段，永远也找不到他乔一民杀害赵雄得到那5000万的证据。他不由得为自己今天来找林兰的做法感到懊悔，以不变应万变才是最好的办法呀。他再三告诫自己，以后一定要稳住。哟，英语来了啊，乔总，你好。我等你半天了，你秘书说你去公安局了。对，你是来问我那3个问题的答案是吧？这都好几天的时间了，我想你应该想好怎么回答我了吧？这个不用想，答案其实你都知道，里边请。谢谢啊。怎么样，老书记身体还好吧？最近呢不太好。这四海工业园啊，这电机一事闹得我一点时间都没有。我抽个空吧，去看看他老人家。好啊。那乔总，咱们是不是可以开始了？哎呦，急脾气跟你爸一样啊。好，开始吧。我想问问你，你跟817案中被害人赵雄认识不认识？也不能说不认识，因为龙城就这么大，我是四海的老总，他是重机厂厂长，市里边经常开个会啊，联个欢呐，也经常见面，但是过深的交往没有。8年前四海财务室的那场火灾，这个问题更不用回答了。你说马兴亮是那场火灾的替罪羊，是我借他的手烧毁了那5000万由黑变白的账目。马兴亮现在死了，死之前你也找过他，他为什么死？马兴亮死之前留下了一封信，信的内容我也不便告诉你。你要想知道的话，就到公安局去问一下，问清楚了，答案就出来了。至于你问我的第3个问题，就更简单了。我提拔重用闵娟作为我四海的财务总监，是因为她有这个能力。8年的时间也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。你们非要说闵娟是我转移那5000万账目的同谋，你得拿出证据来。我说是或者不是，这个都没有意义。我能查查你们四海集团这8年的账目吗？这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因为你是民营律师事务所的律师，你没有这个权利啊。如果公检法要来查，我会积极配合的。那好吧，请你在谈话记录上签个字，
这签字之前呢，你最好核对一下。不用核对，我相信你不会胡来的。好，肖总，那我就走了啊。好，慢走啊。肖总，我还有另外几个问题想问。罢了。萧炎呐，说句心里话，我很佩服你，也很欣赏你。我对你的佩服和欣赏，不是因为你是严书记的儿子，而是你确实是个出色的律师。坐吧。我不知道你还记得不记得，上次在荒地，我跟你讲了很多。什么目的呢？我就是不想让你插手817这个案子。这本身就是警方的事儿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可是你不听，非要坚持自己的做法。说句实话，也是你的这种精神感动了我。当时我就答应积极配合你的调查。这么说，你现在后悔了？对。马兴亮的死不得不让我收回对你的承诺。你不找马兴亮，马兴亮能死吗？我刚从公安局回来，他们对马兴亮的死十分恼火。你没觉得这是因为你的轻率和莽撞造成的恶果吗？你还想劝我停下来？你不停下来，你还想怎么样呢？你还想查谁？马兴亮让你查死了，闵娟让你搞得心烦意乱，跑到我那儿哭了一顿。我不是817案的凶犯。817案跟我乔一民八竿子打不着边儿。你怎么就那么幼稚啊？轻信一封匿名信就跟我乔一民过不去？我没有和你过不去，我是和法律不容的人过不去。马兴亮被人灭口，说明他掌握着你或四海集团不可告人的阴谋。闵娟为什么心慌意乱？她如果心里没有鬼，为什么不能实话实说地回答我的问题，而是把我轰了出去？乔总，我是不会停的。说句不好听的话，我宁可搅乱了你的四海集团，也不会放跑817的凶犯，让他蔑视法律，乱了纲常。警方好像不知道你插手这个案子，你爸恐怕也不知道。这个有什么关系吗？这个太有关系了。人家警方就不像你这么幼稚啊，轻信一封匿名信就怀疑到我乔一民。我想你爸也不会，甚至于会强烈的反对你这么干。乔总啊，我告诉你，不管别人怎么想我，我也不管你配不配合我。这个案子呢，我搞定了。哼，谁也拦不住我。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。书呢，是心静的时候看的东西。心乱如麻的时候，最好啊，不要拿它来做掩饰。谁说我心乱如麻了？姐，离婚以后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能怎么办呢？这么大岁数了，一个人过吧。不许你这么说。你一定要找，要找一个比邵明哲强10倍、强100倍的人，让他看看你离开他以后过得更好。好了，我不想跟你谈这个话题了。那谈什么？哎，谈谈你吧。谈谈你跟周海东到底怎么了？我跟他，我根本就没往那上面想。
不谈这个，不谈这个。好，不谈就睡觉。明天工业园啊还要奠基典礼呢，我们集团的领导都得去。吃。哟，那明天乔大哥可是风光了。姐，对乔一鸣，你怎么看？这俗话说无商不奸。你姐在商场上这么多年，什么样的势利小人和唯利是图之徒没见过呀？可是乔一鸣这个商人，他真的一点都不奸。他堂堂正正的做人，规规矩矩的做事。他呀，既不欺下，也不媚上，而且对谁都客客气气的。对那些曾经毁坏过他名誉的，或者是拆过他台的人，他都可以宽容相待。都说男人有钱了就变坏，可你乔大哥不能说是没有钱的人吧？可人家还是清清白白、干干净净的，让人找不出一点缺点来。像他这么好的男人，现在已经不多见了。你是不是不相信啊？我真的没有一点夸张的成分。我信，我就是觉得奇怪。我姐可从来没这么夸过一个男人。那是因为乔一鸣值得我这么夸奖。姐，问你点事儿，千万别瞒我，跟我说实话啊。你是不是爱上他？你这眼神和口吻，好像我如果真爱上他的话，是件很恐怖的事情似的。别打岔，快说。哎，你说你乔大哥值得我爱吗？你不能爱他。为什么？因为，反正你不能爱他。好了，咱不说这个话题了啊。好，明天还有事儿呢，赶紧去睡觉吧。啊，姐，我今天就睡这儿了，啊。来，敏捷可以肯定，姐姐爱上了乔一鸣，而且也可以肯定乔一鸣爱上了姐姐。在乔一鸣的事情还没搞清楚之前，他最不想看到自己的姐姐离开邵明哲后，又投入到一个可能是817案凶手的怀抱。他没有办法向姐姐说明这其中的一切，但他决心不惜一切努力的要让乔一鸣从姐姐爱的视线中离开。他开始后悔自己为什么非要那么急的把邵明哲和姐姐拆开。敏捷了解自己的姐姐，如果他和邵明哲没有离婚，他是不会和乔一鸣去谈什么爱与不爱的话题的。反正我是不离婚的，至少现在不离。我得让他都知道，他和我离婚是因为我有了你，这样对你我的名声都不好。那你要拖到什么时候呀？再说敏娟能让你拖吗？我坚决不离，他也没办法。我了解他，只要他和我不离婚，他和乔一鸣就不敢怎么样。他这点本分还是有的。你什么意思呀？我没和你结婚不也那样了吗？你这不是骂我呢吗？你本来就不本分嘛，你要是本分，就不会和一个有妇之夫好了。好，那我马上改正我的错误，我守本分，我不和你好了，行吧？晚了，晚了。谁要和我沾上，就别想再分开。上三亚来陪我玩几天吧，这儿真是太美了。我就是一个人在这儿，太孤单，哎呀，太闷了。我没空，我走不开。你要是想我，你就早点回来。再说这种事儿，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15。你就是躲1年，
敏娟回来还是要和你离婚的。他现在正在气头上，我何必找不痛快呢？过几天他消了气，或许他还能听进去一言半语的。啊，好吧，晚安。好好的，你干嘛要写匿名信呢？